解放军南部战区空军开始大批量接收歼16，战时美军会主要选择在南海北部突破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歼16大批入役南部战区有深意。这些年来我解放军空军的发展可谓是神速。最新消息称，第10批次的歼16已经开始入役南部战区了，这意味着歼16可能已经装备了300多架了。我们都不好意思再说歼16是一款新战机了。不过歼16入役南部战区这个事情倒是引发了外媒的关注。德国军事专家卢普瑞特表示，解放军将更多的歼16部署到南部战区，显示出中国空军正在加强在该地区的兵力，并且中国认为这里是未来美国对华军事行动中最可能的进攻方向。为什么国外的军事专家会这么判断呢？一方面，美军一直想要加强在南海的存在，而巴士海峡正好是常驻日本的美军航母编队进出南海的必经之路，解放军必然要扼守这一咽喉要道。另一方面，很可能和8月份我解放军的围台军事行动有关。8月份的军事行动中，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是东部战区部队，而南部战区只是配合，而战时东部战区部队还会得到北部战区和中部战区部队的支援，强化对第一岛链美军基地和外海的美军战舰的打击。换言之，台岛北部一线一直是解放军攻击的重点，而美国海军的航母现在也基本选择避开了这一片海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8月份的军事行动中，美国的航母也出现在了菲律宾的东部海域。美国人的意图很明显，就是想要利用菲律宾的本土来掩护自己的航母的行踪。从去年到今年，美国的航母屡屡出现在菲律宾海域附近，并且经常靠近菲律宾的岛屿群进行活动，其目的就是要避开我解放军的侦测。我们都知道，解放军对美国航母最大的威胁就是东风系列的反舰弹道导弹，其次是解放军的海空军的作战力量。而美国的航母躲在菲律宾东部，就是赌解放军的飞机不会穿越菲律宾本土，海军舰艇也不会前出巴士海峡太远，甚至连导弹飞越菲律宾领空都可能是障碍。而美军的舰载机却恰好可以飞到巴士海峡，干扰我解放军封锁巴士海峡，甚至是威胁我进攻高雄的部队。由此可见，解放军强化南部战区的战力几乎就是必然的事情了。其实我南部战区空军本身实力也不差，连仅有的苏35战机也是装备在南部战区。而海南岛上，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更是有着强大的兵力。按美国人的说法，海南岛上的歼11B 战斗机就足足有近80架，南部战区海军的反潜机、预警机、巡逻机的数量也是非常充足，能够应对美国核潜艇的潜入。其实美国航母躲在菲律宾东部也躲不开卫星的监视，而反舰弹道导弹飞行高度很高，就算穿越菲律宾上空也不算侵犯它的领空。所以东风 21D 和东风26打击菲律宾附近的美国航母完全没有问题。美国人想把航母藏在那里，也就能稍稍躲开解放军的军舰和飞机而已。总之，一旦开战在南部战区海军和空军的配合下，美军在吕宋海峡很难有所作为。但外媒说的也不错，若爆发冲突，除了台岛北部外，可能从吕宋海峡到高雄海域就是第2大战场。美军只要介入，大概率就是在这个方向。那么中美双方的陆基战斗机、舰载机、潜艇必然会在这里密集交战。相信我们必然会做好了所有准备，迎击一切来犯之敌。好，各位网友，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大家留言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